我要送你一件特殊的礼物。你回过头来。哥，找你的，等你半天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咱们出去说话吧，这儿说话不方便。好，啊，认识一下，毛毛，这是妈妈常跟你说的赵叔叔。赵叔叔好。哎，他叫毛毛。毛毛好。怎么样？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好，很好。哼，我妻子贤惠，女儿可爱。虽然日子不像你那么富裕，但是穷人的日子这过起来啊，有滋有味儿。嫂子是大学讲师，叫方圆圆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生活。你这突然来找我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毛毛，听话，自己到那边玩一会儿去。妈妈和叔叔说会儿话，好吗？好。赵叔叔，妈妈，我去玩去了。你光知道自己有个女儿，还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吧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毛毛，他是你的儿子。韩雪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想讹诈我？你好意思吗？你得先认下这个儿子。这儿子是你和那大款生的，我凭什么认啊？我没骗你，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的。我跟大款离婚了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他的。那就得是我的，是吗？那韩雪，你的意思就是这辈子你除了那大款，就只有我一个男人啊？出嫁之前，我把身子给了你，因为我爱的是你。我们是有过那么一夜，但是我早上醒来，你就变成一张字条了。那字条上写着不让我问为什么，你忘了吗？你光知道自己有个女儿，还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吧？两只手指头变变变，变成小白兔，蹦蹦蹦。三只手指头变变变，变成小花猫。哟，一鸣，这什么日子呀？怎么了？这么丰盛？这还丰盛啊？哎呀，这说明啊，这你老公我和你感情深，我加一个硬菜，咱们跟家萌萌好，再加一个硬菜，这丰盛什么呀？来，那你可别忘了啊，这些硬菜可都是用钱买的。那可不是，那钱挣来干嘛呀？那不就是吃硬菜嘛？硬菜吃完了，咱们再去挣，挣完了再吃硬菜。嘿嘿，哎，你这手怎么弄的呀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拉个小口子。得了吧，你怎么那么不注意？还疼不疼了？这事情吧，往往都是这样。你看，等要想起来注意的时候吧，这已经为时已晚了。来，你退下，我登场。你干嘛呀？你都受伤了，我还能让你做饭啊？所以今天硬菜我来炒。你会吗？圆圆，到时候万一韩雪找上门来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。喝完这杯酒，我要送你一件特殊的礼物。特殊礼物？那行，那我先把酒喝了。
一鸣，你别回头，我让你回头，你再回头。什么东西？不准回头。行行行，说话算数啊！说话算数。那你快点啊！我不喊不准回头啊！行。好了没有？我回头了啊。一鸣，你回过头来吧。你在干嘛呢？你大半夜起来抽烟啊？我睡不着，这烟啊是同事送的，说这烟啊还行，让我尝尝。那你睡不着抽烟，那不是越抽越精神吗？你赶快走吧，回去睡觉。行，哎，你先去睡，我一会儿就来。不行，你在这抽烟我也睡不着。行，走，一块儿睡去。哎呀，走了。你是希望我去你办公室里谈吗？妈妈，我是不是该玩去了？儿子乖，自己玩去，别跑远了啊。嗯。韩雪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直说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就想让你认下这个儿子。毛毛多懂事啊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一鸣，昨天晚上我为爱情办了一个葬礼，咱们的初恋结束了，不要问为什么了。你这怎么又抽上烟了啊？你抽这么多啊？哎呦，点着玩的嘛。一鸣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是不是提前查出什么毛病来了？瞎说，没有，没有的事儿。真没有啊？真没有。不是，那你也少抽点，你行了，你别抽了，对身体不好啊。哎。韩雪，我请你告诉我，你这么没完没了的缠着我，为什么？我就想来告诉你，这孩子是你的。科学证明我不能生儿子，你不信科学吗？我相信科学，但我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你不能生。我明白了，韩雪，你说吧，你开价。内衣，你内衣值多少钱？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我没钱，我就去卖血，卖血不够，我卖肾，我把自个儿剁碎了，我都把钱给你。赵一鸣，你别激动好不好？我不要钱。那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做亲子鉴定。亲子鉴定？你既然不承认这孩子是你的，那好，做亲子鉴定，这没什么可怕的吧？诊断书你看得懂吗？那上面是医生写的，白纸黑字，他写的清清楚楚吧？啊，上面还有医院盖的章，这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希望你能尊重我，也尊重你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希望你不要再来烦我。赵一鸣，我既然回来找你，我就不会放弃。你要不同意，我会去你办公室找你，你躲是躲不掉的。你够狠！那我问你，如果我跟你去做了亲子鉴定，那孩子鉴定结果证明不是我的，你怎么办？
孩子不是你的，我带着孩子永远消失，再也不见你。你说话算话。我说话不算话的话，我出门让车压死。走，孩子呢？咱们现在就去。怎么了，一鸣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你有什么心事儿你就跟我说嘛。咱们俩是夫妻，应该同甘共苦的。这天要塌下来啊，咱俩得一块儿顶着；地要是塌了呀，咱得一块儿沉。这件事儿，你承受不起。你就跟我说吧，你要相信我的承受力。啊？没事儿啊。什么没事儿啊？我哥都看出来了，你这2天就是有问题。你是不是体检查出什么问题了？你要是有病的话，那就治病呗，瞒着也不行啊。再说咱家不是有医生吗？别瞎想了，真没事儿。那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有心事你瞒不过我。我在思考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我在想，我这个不能生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那会不会以前他就可以，突然某一天他就不行了呢？怎么又说起这个了？我说这怎么了？我烦。你烦什么呀？这是我亏欠你的。一鸣，咱把这事儿忘了行吗？以后咱不提这事儿了。萌萌就是咱的亲生女儿，咱们家照别人家也不差什么，咱们应该快乐，你说呢？毛毛，看来你是知道结果了。知道了。你碰上这种事儿，过来找我，我能理解。啊，毛毛是个好孩子，多乖呀。回头找个好人再嫁了吧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啊，那咱们在这儿就说再见吧。报告单给你留着呢，自己进去看看。给，这是你的检验报告。谢谢啊。哎，大夫，哎，大夫，是不是搞错了这个？难道你不希望这孩子是你的吗？放心吧，错不了。回家跟你爱人好好过日子吧，别整天疑神疑鬼的。哎，不是，大夫，这一定是搞错了，不可能，我不能有孩子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能有孩子？可这科学证明，这孩子就是你的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有可能名字填错了呢。不可能的，这几天就这一份亲子鉴定，怎么会错呢？你要不相信呢，就到别的地方去做吧。一鸣，鉴定报告看到了吧？你干嘛去啊？我在找家医院去做体检。查什么呀？报告不都出来了吗？还查什么呀？我去查生育能力。你说你有病？对，我以前查过。是在哪家医院查的？大夫，你别管我哪家医院查的，你就告诉我这结果吧。我有没有病？你没病，很健康。那就是说我有生育能力，对吗？没错，你是有条件做父亲的。
院查呀？就去我表哥的医院吧，有熟人比较好安排。好，睡吧。喂，一敏，你赶紧回家来，我有话问你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让你赶紧回家来。一敏，一敏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，一敏？你说话呀！我特别奇怪，最近你为什么总是回避一个话题啊？我回避什么话题了？关于我不能生育的话题。那伤心的事儿干嘛总提它呀？伤心？我不能生育，我伤心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不是怕什么，那咱俩是夫妻，伤你的心不就是伤我的心吗？好，真好，柔情似水的妻子，真好。那我问问你，方圆圆，你丈夫是不是不能生育啊？啊？一鸣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回答我问题。那咱不是去医院了？医院有诊断书啊。诊断书，这儿也有，你看看，我有生育能力，我有生育能力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不知道啊？你少跟我这装蒜！你骗我！你跟你表哥马将前合起伙来骗我！你干什么去？回来！接着，否则……哥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你呢，你还要去哪儿啊？你快说呀！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。咱们虽然是表兄妹，但是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你是在我们家长大的，你的难处呢就是哥的难处，哥不能不管呢。我在问你，赵一鸣到底有没有病？你这诊断上不是写的吗？他没病啊。他真没病。那之前那个诊断，之前的体检，不是你帮我们俩安排的吗？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呢？这个有病的是你，不是赵一鸣。别激动，圆圆，你听哥慢慢跟你说。你别说，为什么我有病？你说这是他呢？哥怕你婚姻有变故啊。婚姻有变故？是啊，你不能生育，你在赵一鸣面前那顿时就矮了3分。他要想要孩子，就得跟你离婚。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哥知道你非常爱他，你爱得很深，你怎么着都不会跟他离婚的，所以哥就委屈了一下赵一鸣。你这样，你的家庭啊才能安全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我？我要把实情告诉你，你的内心就压一块内疚的石头。我何必让你负重啊？没有意义啊。哥只能把这种负罪感留给自己，让你活得轻松。你能理解哥的用心吗？这么说，你是好人做好事了。对赵一鸣来说，
我是坏人做坏事。哥，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损了。你干嘛呀？我请你原谅我。原谅你？这么简单？啊？原谅你？方圆，你和你表哥马向前啊，合起伙来污蔑我。我一个正常人，你们说我是残疾啊？你让我自个儿当是太监啊，我度日如年啊！原谅你，这么简单。今天我赵一鸣要原谅你，我就不是人。你相信我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你放屁！鬼才相信你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少来这套！你给我起来！我不起来！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好，你就跪着，跪一辈子。来。明明，我他妈相信你！哎呀，我，赵明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我不但打你，我还要告你呢！你告我？你告我什么？我告你医德败坏，我告你开假诊断，害我。马向前，你得为你做这些缺德事你付出代价。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给我等着！你别忘了，我是你大舅哥。哎呦，这脸怎么了？挨打了。谁打的？赵一鸣。哎，你等等。哎呦，哎呦，疼啊！不是，那他平白无故为啥打你啊？他平白无故能打我吗？我惹他了呗。马师徒，马师徒，赶紧出来，出事儿了！哎，到底为啥呀？啥事儿啊？咋咋呼呼的。不是，这一鸣把向前给打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什么。别吞吞吐吐的，快说啊！因为我移花接木，把原来不义正义给赵一鸣了，现在事情露馅了，就为这事儿。那就说圆圆不能生孩子？你怎么听不明白呢？病是圆圆得的，我开了假诊断，挪在赵一鸣身上了。我也是为了圆圆好嘛。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这不是缺德吗？哎呀，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自己做主了，这么大事怎么不跟妈说呢？我跟你说什么？你那嘴能有把门的？我要跟你说了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反正这事儿是我自己做的，我自己扛着。哼，活该！干出这种缺德事儿，打死都活该！哼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在这咬牙跺脚解气了啊！赶紧想办法平事儿吧。那什么，那圆圆呢？圆圆知道露馅了吗？你怎么净说没用的话呀？他都挨了揍了，圆圆能不知道吗？啊！我刚才去圆圆家了，被赵一鸣给我骂出来了。那圆圆呢？圆圆挨打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听着圆圆哭哭啼啼的，还听着赵一鸣在那喊。喊什么？喊离婚呗。离婚？哎，这也太欺负人了，搁到我也得离呀。哼，长本事了你，那你还离婚你离给我看看你。行，别说没用的了啊，赶紧走吧，过去看看啊。赶紧去看看去吧，看看他去。你干啥去啊？
我去看一看呢。还想挨揍啊？在家老实待着吧啊！吹！我看的是我妹夫，要不是我真废了他我。行了，外强中干，算了吧。我找人废了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没有，爸爸没有不要你，爸爸是跟妈妈生气呢。那他会不会不要妈妈？不会，爸爸怎么会不要妈妈呢？妈妈，你骗人！爸爸好像不要妈妈了。可能是姨姥来了，走吧，去给她开门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坐吧。那个赵一民要离婚呐？啊，坐吧。他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姨姥，我爸爸走了，好像不要我和妈妈了。敢？还反了他了还？哎，这不是你的家，别耍威风啊！别怕啊，圆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把这具体的情况跟老姨汇报汇报。那个萌萌乖啊，自己上屋里去啊，去，慢点啊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脸怎么了？让赵一民打的。赵一民打的？不会是哪个情敌打的吧？什么情敌打的？真是赵一民打的。不信你问他。他为什么打你啊？为了家里的事。家里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不愿听我们家那烂事吗？算了，别说了。赵一民打的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你要是敢撒谎骗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打吧。谁找赵一鸣？马向前的脸是你打的吗？我打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凭什么打他呀？啊，你是不是喝多了呀？我碍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买单啊？我看你是个醉鬼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要是再敢动马向前一个手指头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来，我照样把你打回去，我让你一辈子做美容。好，你给我等着哈，个王八蛋！疼不疼呀？啊！哎呀，挨打能不疼吗？你不废话吗？他打你，你就那么挺着呀？你不能躲远点啊？你更废话了，我能挺着让他打啊？他突然袭击，我躲得了吗？哥，哎，圆圆，赵一民的情绪稳定了吗？你没好好找他谈一谈啊？昨天晚上大醉而归，今天一大早就走了，根本说不上话。那你到单位找他去啊？你早谈早和好嘛。反正这坏事都是你哥干的，你往我身上推不就是了吗？我说了，事情都是你做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他不相信。他本来跟你就没关系了嘛，他怎么能不相信呢？他凭什么就非得相信啊？那他，
反正这个事跟你就没关系，你得跟他好好说，跟他好好解释。算了吧，空口无凭的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还有事儿呢，你先忙吧。干嘛要喝醉？喝酒能解决问题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喝醉了？你间谍呀？你办公室的人说的。韩雪，我说你能不能不总到我这办公室去亮相啊？啊，我国家公务员，你照顾点影响行吗？我去你办公室亮相怎么了？我三陪小姐啊。再说了，我不去你办公室，我能找着你吗？打你手机关机。你找我干嘛呀？啊？你行，我承认我是毛毛他爹，但你怎么不想想，这整件事我都被你蒙在鼓里。啊？当初我不是强占你吧？你有孩子这事儿我不知道吧？你把孩子生下来，你跟我商量过吗？都6年了，你突然出来，天天这么缠着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一鸣，别激动好不好？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。说吧，谈呀。一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明明是个健康的男人，为什么说自己是废物？当废物很光彩吗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了。我看你受委屈，我心里难受。毕竟我们两个相爱过，我到现在我都还爱着你。哎呦，安雪，你悠着点啊！现在还爱着我，你一转身就嫁给大款了，现在被人甩了，你又回来跟我这谈情说爱，你行了吧你啊？你敢说我不爱你吗？我要是不爱你，我为什么把初夜给你？我是被大款甩了，我为什么被甩？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嫁给他，他不甩我，他就不是个男人。是，我活该，我罪有应得。其实我也没想向你表白什么，但是因为我看你这样，我真的心里太难受了。你为什么呀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你一个健康男人，为什么说自己有不孕症？是他不能生。他不能生，怎么成你的毛病了？哎呦，他表哥是个大夫，为了他的面子，他就写成是我，他开了个假证明。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？这太不是东西了。一鸣，我必须带你找。上哪儿去？找谁去？我给你找个说法呀。你行了吧？你添乱，你别扯这没用的。你有事没事？没事，我上班去了。我真有事儿。那有事快说。你别哭啊！你说这孩子到底怎么了？孩子先天性心脏病。先天性心脏病。我这次带他来，就想让你们父子相认。我本来不想打扰你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孩子这病是不是得动手术啊？需要很大一笔钱。本来我前夫他想给我一笔钱，我没要。我已经对不起人家了，我怎么还有脸要人家的钱？韩雪，那个钱不是问题啊，我就算砸锅卖铁，我也会把孩子病给看好。这钱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啊。
你看什么看啊？这谁呀？这是？怎么还哭了？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是，我到办公室找你，你不在，没想到你在这聊天儿，这怎么还聊哭了一个？你找我干嘛呀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另外有个问题啊，想跟你谈一谈。谈什么谈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哎，那个，你先回去吧。孩子的事儿咱们以后再商量。啊。好。回去吧。哎，一面，哎，一面。哎，先等一下。能互相介绍一下吗？你是谁呀？你管我是谁呢？你又是谁啊？我是谁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我叫马向前，是赵一鸣的大舅哥。哦，那个人就是你啊？哪个人？哎，你怎么能做那么缺德的事儿呢？哼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也不认识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缺德？开假诊断书不算缺德呀。你妹妹有病，你让她治病去，你干嘛把屎盆子往别人头上扣？我就纳闷了，你这人这样活着有意思吗？哎，我借你根绳吧，上吊用。神经病吧你！我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老姨夫不让我告诉你，可是我想来想去，我不想让你蒙在鼓里头。我告诉你，听清楚了，一定要把这事弄得水落石出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说这个赵一民刚刚做了体检，才发现受骗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好模样的，干嘛去做体检呢？这事儿到底为什么？你心里明白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这事儿我跟你老姨夫讨论半天了，我们觉得赵一民去体检这件事情绝不是孤立的，这里面肯定有一阵风，一阵风你知道吗？这阵风把往事上面的沙子给吹掉了。你知道这一阵风是什么意思吗？一阵风？这傻丫头，她肯定在外边有事儿，她在别人身上做实验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哦，我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留点心，留点意，抓住了把柄，咱们就能争取主动，知道不知道？行，老姨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怎么偷听你特我？你是？你咋不听我劝呀？拨弄是非上瘾，搅成一锅粥你就高兴了啊？谁拨弄是非了？我这是替圆圆关帝料阵，火线侦查。对。一民，咱们能谈谈吗？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？我看你不是很坚决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对吗？是。其实你不必忙着表态，也许我会主动提出来离婚的。你不是不离吗？我当然不愿意离了。可是有的时候，人就是要做一些违心的事情。我有愧于你。本来不能生育就是残疾了，我还把这毛病扣在你头上。那就更是我的不是了。俗话不是说得好吗？士可杀不可辱。所以我能理解你。我表哥，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
换做我是你，我也会暴跳如雷。这2天我想了好多，想来想去，我都觉得我错了初一，不能再做15了。所以你提出离婚，我不能不答应，因为我没有理由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还是想表白。我表哥做的事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可以不要我，但是不能误解。你能相信我吗？好，我相信你。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，反正我当真心话听了，我这心里敞亮多了，真的，谢谢。老板，先别拉。你听我说，我这心里啊有件事情搁不住，我想跟你说一说。啥事儿啊？今天啊，我看见赵一民跟一个女的在一起，那个女的哭哭啼啼的，我还听赵一民说什么，哎，什么孩子呀，什么以后再商量什么的，那显然这关系不正常啊。哎，你说我该不该跟圆圆说呀？我觉得吧，你不该捕风捉影。绝不是捕风捉影，我的感觉没错的。我看着圆圆啊蒙在鼓里，我这心里也难受啊。你要搁在以前，我绝对去告诉他了。可现在不行啊，我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我得吸取教训呢。人不能吃100个豆子不知腥啊，是不是吧？所以我就想找你商量一下，你看看这个事怎么办。马小姐，你进步了啊！啊，你的意思我不该说？我觉得吧，你挺有城府的啊，做了那么大的损事，愣是谁也没告诉。我觉得你心里还是很装得住事儿的啊。你是批评我还是表扬我？我既不是批评，也不是表扬，我在启发你。哎，这有话就直说呗，你还启发什么呢？还用我直说吗？啊，扯老婆扯的有意思吗？搅成一锅粥你就高兴了？啊？那咱们为赵一民这遮遮掩掩的，那不是姑息养奸了吗？哼！如果赵一民真有那事儿，我老头子会出面和他当面谈的，让他悬崖勒马，改过自新。哪儿痒痒你挠哪儿，头发里长虱你反掐大腿，管用吗？啊？对，那我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我不告诉你。不但要瞒着圆圆，你妈也得瞒着。她那张嘴啊，能掀起沙尘暴。我知道，我妈也不说。行了，离婚的事儿咱们就不再说了。你想怎么样，只要是想好了，我都依你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你，你能回答我吗？只要是我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。为什么突然间想去体检了？我是指生育能力的检查。一鸣，你听清了吗？我在问你呢。我听清了。那你回答我。因为事实证明我有生育能力。真是这样？真是这样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但是圆圆，这件事情你不用再说了。既然我们注定要离婚，解释这些也没有必要了。
没完了呀？还完没完怎么了？不吃早饭了？来不及了。自己吃吧，我不吃。你不吃，孩子不吃啊？萌萌去幼儿园吃。下地。萌萌先去换鞋啊。我想见见那个女人。你见她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答应离婚的条件。行，我安排吧。那就越快越好。你好，我叫韩雪。你是在等我吗？是的，请坐吧。帮你点了咖啡。啊，谢谢。我听我丈夫说，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儿子多大了？6岁了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算是校友吧，他比我高出几届。那是怎么相爱的呢？我当时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，他呢是文化馆的干事。市里面有什么演出活动，我们学校节目都少不了。他正好负责这一块。后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俩就相爱。听上去挺浪漫的。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既然你可以帮他生个儿子，为什么不嫁给他？当初是想嫁来着，可是后来，嗨，阴差阳错吧。那你这次来，是想旧梦重温吗？我可没这么想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我觉得你好像充满了敌意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是我侵害到你了吗？没有啊。但你这个意思，好像是我侵害你了。恕我直言，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。那我明白了，今天叫我来，原来是想谴责我。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证实我丈夫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这么理解的话，也没有错。因为你确实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。你要是想谴责我的话，我觉得你最好先谴责一下你自己。为什么呀？我本来是不想说的。你自己有毛病，自己承担着就好，干嘛要扣在别人的头上？你的这种行为叫什么？精神阉割吧？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？看来你知道很多事情。我也是刚刚听说的。请问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没有生育能力，我是个废人，我不可能有儿子。你怎么可能是废人？如果不是初恋女友带着6岁的孩子来认爹，
赵一鸣也许这辈子都不清楚自己原来是健康的，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。经过一番追查之后，得知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妻子方圆圆身上，是负责做检查的马向前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，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，并瞒着所有人。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妻子离婚，无论圆圆如何苦苦哀求解释都没用。受了多年窝囊气的赵一鸣只能借酒精大醉一场，这让圆圆满心愧疚。第二天，马向前提醒圆圆将事情解释清楚，早谈早和好。毕竟这个事情圆圆是不知情的，但昨晚大醉的赵一鸣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，根本谈不上火。上班路上，初恋女友韩雪再次找到赵一鸣。你一个健康男人，为什么说自己有不孕症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看你受委屈，我心里难受。毕竟我们两个相爱过，我到现在我都还爱着你。你一转身就嫁给大款了，现在被人甩了，你又回来跟我这谈情说爱，我为什么被甩？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嫁给他，他不甩我，他就不是个男人。而韩雪也终于说出找赵一鸣的真正目的，原来是孩子毛毛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一大笔钱，自己能力有限，不得已才决定投奔孩子的亲生父亲。赵一鸣承诺一定会把孩子的病治好。韩雪哭诉孩子病情的一幕，被前来劝告赵一鸣原谅方圆圆的马向前看见，两人的表情让他感觉到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。马向前开始怀疑起赵一鸣突然做生育能力检查的理由。方圆圆的婚姻出现了危机，老姨夫妇在家中大胆猜测：你说这赵一鸣怎么突然想起体检啊？不能生孩子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他早就应该忘了。按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复杂。随即，老姨王宝珠没能守住秘密，偷偷将猜测告诉了方圆圆。经多方证实，圆圆回到家中问起丈夫为什么好好的突然会检查生育能力。赵一鸣思量了一下，最终说出了自己有一个儿子的事实。正想解释时，却被圆圆打断了。圆圆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相爱的两人注定渐行渐远。圆圆表示同意了离婚，但提出的要求想见一见那个女人。终于在赵一鸣的安排下，方圆圆和韩雪相见了。我听我丈夫说，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这次来是想旧梦重温吗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看来圆圆的对手可不简单，企图通过和韩雪的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，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。事后如何发展，我们下集见。男人明明被查出没有生育能力，可初恋女朋友突然找到他，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，声称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个孩子是你赵一鸣的种，我当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生育能力。赵一鸣在文化局上班，妻子方圆圆是一名大学老师。婚后，赵一鸣被查出不能生育，于是夫妇二人便收养了一个女孩，起名萌萌。从此，两人对孩子疼爱有加，视如己出。一天，赵一鸣大学时代的女朋友韩雪突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来认父亲。自认为没有生育能力的赵一鸣，自然是不会认孩子的。我没骗你，这个孩子真的是你。我跟大款离婚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他的。出嫁之前，我把身子给了你，因为我爱的是你。赵一鸣以为韩雪是故意来讹自己，于是回家拿来自己不孕症证明。可一张曾经的诊断书并没有说服韩雪，于是赵一鸣同意做亲子鉴定。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却让赵一鸣大吃一惊，这个名叫毛毛的男孩却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认为是不是医院弄错了，或者名字填错？不可能的，这几天就这一份亲子鉴定，怎么会错呢？得到护士的肯定回答，赵一鸣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，立即赶往另一家医院做体验，得到的结果却是自己根本没有病，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。赵一鸣陷入了沉思，他想起妻子曾经说过的话：去哪个医院诊？给我表哥医院吧，有熟人比较好安排。愤怒的他回家后立马对妻子发难，并拿出自己有生育能力的诊断书，质问妻子怎么回事。谁料妻子看到诊断书也是一脸懵圈，跟我这装蒜，你跟你表哥马向前合起伙来骗我！圆圆拿着诊断书跑去质问表哥马向前，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方圆圆身上，而不是赵一鸣。方圆圆从小失去父母，一直在马向前家长大，表兄妹关系感情很深。马向前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，于是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，并且瞒着所有的人。你不能生育，你在赵一鸣面前顿时就矮了3分。他要想要孩子，就得跟你离婚。哥，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损了。知道了所有真相的方圆圆回到家中，看着气急败坏的赵一鸣，她虔诚地跪下请求得丈夫的原谅，解释这一切自己也是刚刚得知。然而此时的赵一鸣却一句话都听不进去，一度认为是他和表哥合起伙来欺骗自己，说什么都不原谅他。今天我赵一鸣要原谅你，我就不是人。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方圆圆离婚，而方圆圆满心愧就死也不肯离婚。赵一鸣来到马向前工作的医院，一拳头下去宣泄着自己内心的愤怒。打的就是你，我不但打你，我还要告你呢！你告我什么？我告你以德败坏。我听我丈夫说，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
那你儿子多大？6岁了。女人和丈夫结婚6年，突然发现丈夫在外面居然有一个私生子。圆圆没有大吵大闹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丈夫的初恋商谈，企图通过这次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。可没想到竟被对得哑口无言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。你要是想谴责我的话，我觉得你最好先谴责一下你自己。你自己有毛病，自己承担着就好，干嘛要扣在别人的头上？你的这种行为叫什么？精神阉割吧？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？韩雪的话无疑是触痛到了圆圆的伤疤，她万万没想到赵一鸣居然将这件事情都告诉了韩雪。由于是自己无法生育，负责检查的表哥为了保全她的家庭，做了个假诊断书，将罪名扣在了她的丈夫赵一鸣头上。然而相隔6年，赵一鸣的初恋韩雪带着6岁的儿子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，两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。不能生育的圆圆，她又怎能和生了儿子的韩雪对抗呢？考虑一番后，圆圆决定了不再强留这段婚姻。回家后特意给老公准备了丰盛的告别晚餐，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1天以前，圆圆还满心内疚，如今她的心境已然不同。哥犯的错误跟你的事情比起来不算什么，所以现在咱俩扳平了，我不欠你的。行了，那什么时候办手续啊？明天吧。赵一鸣没想到妻子居然爽快答应了离婚，心存怨恨的一鸣也不愿在家多待一会，以去单位加班为由，毅然决然地扔下妻子和满桌子的饭菜，从家里离去，留下独自愈合伤口的圆圆。第2天，两人很快就办好了离婚手续。圆圆的笑容跟天气一样无比灿烂，可谁又知道强颜欢笑的人心里是在掉泪，甚至是滴血呢？他们并没有为争夺财产而大吵大闹。经过一番商量后，赵一鸣选择了净身出户，房子和养女萌萌都归圆圆所有。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。他向韩雪表示，无论多困难都会凑足钱把毛毛的病给也好，但费用还差一部分。于是赵一鸣为了毛毛的医药费，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话，便找到了当律师的朋友，委托他状告圆圆的表哥马向前，准备要一笔精神损失费。那赔个几十万应该问题不大。官司我打了。女人忍受不了丈夫在外有私生子，而丈夫更是痛恨妻子表哥的欺骗，因此2人快速地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大人的离婚无疑是给孩子造成最大的伤害。我就要去找爸爸。萌萌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再不听话，妈妈打你了。我不回家，打死我也不回家。离婚后，养女萌萌整天吵着要爸爸回家，并用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。马向前使出浑身解数哄骗萌萌吃饭，同时极力地劝说方圆圆与赵一鸣复婚，并分析赵一鸣私生子问题乃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出现在他与方圆圆结婚前，根本谈不上背叛或出轨。如果方圆圆能够不计前嫌，为了孩子，还是复婚为好。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为了毛毛的手术费，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，赵一鸣一纸诉状把马向前告上了法庭。可当年的假诊断书居然让毛毛拿去叠纸飞机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能给孩子玩？我也不知道这个很重要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回去就给你找。赵一鸣的律师很快找到马向前，向他了解当年假诊断书一事。不曾想马向前反咬赵一鸣家外有家的事情，是赵一鸣无中生有才蓄意报复。待律师走后，他慌了，赶忙往圆圆家里找当年的诊断书，可已经找不着了。马向前意识到诊断书肯定是在赵一鸣手中。赵一鸣给我告了。告了？他告你什么呀？当年的去年就是假诊断呗。马向前埋怨圆圆为何要离婚，如果不离婚还有这层亲戚关系罩着。如今赵一鸣无牵无挂的，自己就等着受审了。这一举动吓坏了马师徒一家人，于是打算前往赵一鸣家劝说赵一鸣撤诉。而此时韩雪正带着儿子给赵一鸣送来饺子，因为赵一鸣为了凑齐手术费给毛毛，整天只吃馒头方便面，而韩雪也找了2份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毛毛也终于开口喊出了爸爸。你比我之前的爸爸好，之前的爸爸打我还打我妈妈。赵一鸣心疼不已，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。这感人的场面被前来相劝的圆圆老姨撞见，两人针锋相对，破口大骂，闹得非常难堪。赵一鸣只好先劝退韩雪离开，没想到王宝珠却临时改变政策，恼羞成怒，反咬赵一鸣包二奶养私生子，说如果赵一鸣告马向前开假诊断，他就告赵一鸣包二奶。马向前也主动找到赵一鸣道歉，希望能看在大家曾经是亲戚的份上，看在他抱回萌萌的份上，请求赵一鸣以德报怨，放他一马。赵一鸣想到前阵子领导和他说过的话，现在国家对公务员要求很严，要是生活上有什么闪失，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，可别弄出什么不好的影响来啊。于是赵一鸣决定放弃状告马向前。如果你妈不找我麻烦，我就不告你。方圆圆因为萌萌一直吵闹要爸爸，又得知这是赵一鸣与他结婚前犯下的错误，起了复婚的念头。与此同时，得知赵一鸣已经离婚，依然爱着赵一鸣的韩雪也想与他结婚，好给自己和孩子找个归宿。夹在中间的赵一鸣该如何选择呢？